别着凉了，傻子。不要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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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走。你怎么了？我去哪儿了？哦，对了，我还真要带你去一个地方，去一个只有我们2个人的地方。等到了那儿以后啊，就不再有正午了，也不再有崔十九，我们可以过属于自己的小日子。到时候，你得给我生一个大胖小子，不对，还得再生个女孩，生一个跟你。卓华，你叫崔卓华，不但是崔十九，记住。燕子京和苏沐哲设毒计害我五郎丧命，这是在打我郑家的脸面。此仇不报，我郑世元枉为人父。你们之中，若有谁能取其性命，我定有重赏。你去，教主不行。怎么，我郑家就没有能人了吗？废物，一群废物！你给我起来！那你去。教主，我不行啊！怎么就不行了？做了那么多事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你又为什么要这么做？郑好手，我是在帮你啊！明明可以拖到尹王家里，我还能见他一面，或许五郎还有一线生机。所以，你只配做个行手。那我也没有被人剪除羽翼。落魄如丧家之犬，你可知，若不是我替你决断，你们郑家现在会是何下场？若不是事态无法控制，英王怎会亲临扬州？你真的以为张金然所做的一切，是为了你区郑家？张金然，我拿他没办法。我也动不了他。我们找到他们的软肋，徐徐图之。淮南道张巡查告示全城，扬州长史徐南英贪赃枉法案明日审理。张金然，我大病未愈，身体抱恙，
你就这么省我？琼花会歌姬义卖，所得钱款数百万，可只有50万用于修缮先贤祠，其余钱款去哪儿了？那些钱财本就不是我来打理的，我怎么会知道？那我便告诉你，义卖的钱款都在你的密室中搜出，你作何解释？又没有人赃并获。那我再问你，你以售假的罪名查封燕氏真郎阁，又在造册的时候作假，所查收的金银珠宝尽数收入女囊中，你又作何解释？证据呢？来人，读账册。藏宝洞高2丈，宽2丈，深10丈，内有青钱100箱，每箱100篾，珠宝10匣，镶宝石首饰3匣，白玉首饰4匣，珍珠。张警察，就凭这些，你想定我的罪啊？你贪赃枉法、以权谋私，难道这些罪证还不够吗？凡奸临主司，率连所奸临钱财，不仅仅是处，而且是去官职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官爵尽处，你徐家再无衣冠户指。张景然，徐南阳，你若想减刑免责，就尽早把你知道的说出来。你做梦！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也什么都不会说。师兄啊，师弟我是真想忘了。不过你既然如此也罢。阿紫，我们今天不营业了啊？今日有贵客要来，不营业。贵客？谁呀？来了你就知道了。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，过户文书谈好了，以后我们在扬州就有4家店了。真的假的？我看看。从今日开始，你们俩就好好想想，想去哪一家店当这掌柜。我自然是要守着明镜台。能当掌柜了，那你以后要跟我混了。到我。张郎君，我再去换一个。恭喜恭喜啊！之前在合浦，你还跟我说要做一个货郎，如今终于得偿所愿了，还有了属于自己的一片新天地。货郎也好，掌柜也罢，都是最好的。张郎君，好。这天地广啊，方能有真正的自在。当然，我也相信你的天地不止在扬州。那就借张郎君吉言了，多谢了。这都谢过了，那我呢？自然是要好好谢谢你的。此前那批色色的钱，我凑齐了就会拿给你。不过我有一个好主意，你要不要听一下？哦，不如色色的那个钱，就当入股我明镜台吧，入股不亏，如何？啊，你不仅不想给我钱，还想当我的东家。我看你眼下也无去处，不如就在这明镜台，多好。钱没了，货也没了，还得给你忙前忙后，你这算盘打得可真响啊！做不做看你。行，那我考虑考虑。掌柜的，贵客来了。到了，走，迎贵客。
还不睡啊？想事情呢。在想什么？在想以前的事儿。你知道吗？这街角那家店，那家张记布庄，以前是燕氏的产业。我们燕氏当年在扬州以经商立足，光店铺就有7家，很多人都是慕名从长安而来。虽然那些店铺现在都改了模样，但是我一眼就能认出来。还有明镜台前的那条街，小的时候，我阿娘总带我在那玩耍，我阿爷呢，也把我扛在肩上。那时候我阿娘总不让我吃甜的东西，我总不知道为什么。但长大以后，就更不知道了。怎么突然开始回忆起儿时的快乐时光了？因为仇还没报完呢。不过现在，让我快乐的事还有你。你呢？你会不惜一切为夏米他们报仇吗？我会。若有机会，我绝对不会放过李逵。但人终不是为仇恨活着。我知道我不该劝你放下仇恨，但是万家灯火，岁月如常，还是要过自己的生活。可有想过，若是大仇得报，今后想做什么？可有想过在这扬州有个家，也能在这街上走走，看看万家灯火。我这一生其实就一心想着报仇，就是为了复仇而活着。所以我真的可以过那样的生活吗？我陪着你。好。快救火！是。郑行省，请随我去一趟大都督府。为何？郑五郎被发现死于荷花巷一处旧民宅，我们的人看到你的马车进去。郑行省，五郎做错事，被张巡查缉捕，我去劝他自首，让他将事情解释清楚，他不肯听，反倒伤了我。本想着明日一早向官府禀报。无论如何，你既然出现在案发现场，与本案必然有所牵连。带走。耿毅，郑师爷，你儿郑之恒是怎么死的？我劝五郎认罪伏法，他劝他刀刺伤我。手下护卫为了保护我，
失手将他杀死。那你的护卫现在何处？他也请罪自杀了。自杀了？五郎是郑家唯一子嗣，他心怀愧疚，我也拦不住。老朽得要问问张巡查，何故通缉吾儿，逼迫他在惊慌之中走上绝路？放肆！商人康明检举聚宝斋部分货物是赃物，你儿郑之恒销赃，而且在他的宅院中、马车中搜出大量证据。老朽一概不知。究竟赃物从何而来？我想总会有人知道。带上来。崔十九，刚刚郑世元说，是郑之恒刺伤他，他的护卫出于防卫，才失手杀死了郑之恒。当时你就在现场，郑世元说的可是实话。是。那郑之恒涉嫌销赃，你是否知情？我不知情。张巡查，五郎一时晕头，沾染了来历不明的赃物，我当实不知情，还请张巡查明鉴。但他偷盗印章，挪用郑家私财，却并非贼赃，请张巡查发还，否则郑家上下人等聚宝斋中共的数百工匠，以及上下游往来的众多商户都要完了，扬州宝行将起大乱。律法严明，赃物是赃物，私财是私财。待本官查清案情，定会发还给郑家。张巡查，郑家也许还能支撑个3、5日。但这几百几千号指着郑家吃饭的人，可耽误不得。能否开安放我回去，处理一应事务？只要张巡查有需要，我可以随传随到。案件尚未查清，你身上仍有嫌疑，但顾及你家工匠众多，你可以先回去处理事务，但你听好，你不得离开私宅半步。多谢张巡查。